看画面里这2颗蝴蝶兰，这是同一颗几天功夫大变身。这2个照片分别拍自10月1号和10月13号，但其实到10月8号基本上就恢复了，也就是大约1周的时间，叶子就恢复正常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也不难。这颗的问题就是缺水，叶子又干又薄又很皱软软的，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补水。因为蝴蝶兰是生长缓慢的植物，所以补水并不像某一些植物一样浇上水立刻就恢复了，需要稍微有点耐心。我采取的补水措施是以天为单位，每天1个干湿循环，白天泡水，夜里晾根，就是夜里没有水。从1号开始这么做，到8号叶子看上去就很饱满了。8号之后也还是继续干湿交替了几天，我给它泡的水也不全是清水。从1号到12号所泡的水的情况是这样的：1号当天泡的是自来水，2号早上起来先用自来水泡了一会儿，然后泡的是生根水，3号泡的是自来水，4号到9号泡的都是淡茶水，10号泡的是清水，11号泡的是香蕉皮水，12号泡的是清水。因为它的问题是缺水，所以一上来就只给它水，先不用给其他的，尤其是不要给肥。已经干得这么严重，根和叶都泡，叶子也有一定的吸收功能。根部的这个水苔在救治过程当中可以留着，也可以拆掉，我选择拆掉。拆掉水苔，裸根泡水，干湿交替会比较快，1天可以1个循环。干湿交替这种方式本身对蝴蝶兰的恢复是极有好处的，这相当于是在模仿它原生环境的下雨晴天下雨晴天的这么一个干湿过程。这几天给它的水除了清水，还有生根水、茶水和香蕉皮水。这其中生根水和茶水推荐使用，可以2个都用，也可以2选1。香蕉皮水可用可不用，因为香蕉皮水主要是当做肥料在使用，所以可以用其他的肥替代。而茶水和生根水对植株的快速恢复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2种水都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可以用，而香蕉水是在基本恢复之后才开始用。如果这3样东西都不用，只用清水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所以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水。其他的东西是起到一个帮助或者是促进的作用，所以用清水去泡是必须的，不是推荐，而是必须的。用清水泡过之后，再用一点其他的辅助的东西帮着泡。因为缺水导致叶片扭曲，泡水的过程当中叶片会逐渐的变硬，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规范它呢，它可能是在这个弯曲或者扭曲的位置上变硬，这应该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趁着叶片还没有恢复比较柔软，稍微帮它固定一下，固定在一个我们想要的位置，那等它变硬之后基本上就会待在那个位置了。具体的固定方式，这个就根据具体情况来定。所以对于极度干燥的蝴蝶兰的救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要点，补水，只要补足了水，给点时间，慢慢的它会恢复。这颗蝴蝶兰的抢救过程在静姐说花的频道里有一个按照时间线拍摄的视频，如果觉得前面的讲解有点不是很清楚，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毕竟是从前到后顺着讲的。今天这个视频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2个视频可以互为补充。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视频。现在是10月份，在我这儿是春季，温度最近还是蛮合适的。如果温度不合适，具体的救治方式需要做些调整，比如温度过低，泡水的时间要缩减一些，还是以1天为1个周期，所以晾根的时间相应的就变长了。如果每天1个循环周期，根晾不干，还可以把周期拉长，比方说泡1次水，晾2天根，这个就根据具体情况来调整。泡水的时间
除了缩短以外，还可以改成喷水。随着温度的降低，对水的需求是逐渐减少的，蜘蛛的需求减少，蒸发也减少。温度低到一定程度，泡水都觉得有点多，就改成喷水。如果温度有点偏高，可以调整为12个小时一个周期。比如可以这样，上午泡水，下午晾根，晚饭前后再开始加水泡根，到睡觉之前把水倒掉晾根，早上起来再泡水。因为温度高的时候用水会比较多一些，同时高温的时候又容易出现烂根，根部泡水时间太长的话，怕它受不了，所以采用更频繁一点的干湿交替的方法。具体的方式要根据蜘蛛的反应来调整。比如刚才说一天24个小时分成4个时段，2个时段泡水，2个时段晾根，也可以把其中一个时段改成喷水，或者干湿交替更频繁一些。这个取决于您的时间以及周围的环境。我的这棵在整个过程当中，它的根没有变得更坏，只是黄了一片叶子，这个反应就还行，说明我给它的泡水是合适的。这个叶片黄也算是正常的黄吧，更确切的说是在它控制之下的黄，蜘蛛会把这个叶片的营养回收利用。这种泡水的方法是救治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过却挺有效的。这么有效是因为采取的方法对症下药，它的问题是缺水，而缺水的原因是没有给水，所以单纯性的补水就可以。但有些情况下，叶片虽然也干皱，却并不是因为没有给水造成的缺水。在我们家庭养殖蝴蝶兰的时候，更常见的导致叶片缺水的原因是因为给水过多导致根部腐烂，根部腐烂吸收水分的能力自然会降低，从而导致叶片缺水。像这种情况下抢救就不能用我现在这个方法，因为是给水过多造成的叶片干皱，所以越补水问题越大。如果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给水过多导致根部腐烂，那要做的是用一些药帮根部灭菌，然后调整养护方式，让根部恢复生机。这其中调整养护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之前造成烂根估计就是因为养护方式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这个需要回顾调整，慢慢找到合适的养护方式，否则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同的问题日后也许还会反复出现吧。最后说个题外话，像这棵干皱成这样，最终还能救回来，所以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不用过多的担心会因为不给水而干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使劲干它，干到那个样子我们再来救它。我们平时养护正常情况下怎么也不会让它干到那个程度。我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养蝴蝶兰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给水过多而导致烂根，而如果因为给水过多出现烂根，还有可能伴随着其他的一些问题，救治起来要比今天这个麻烦许多。给水既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不多不少正合适是最好的。这个给水的功夫我们就只能慢慢观察，慢慢练，最终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方式。谢谢收看，下期再见。